本节目由洗出全身水光肌的Olay水光沐浴露联合冠名播出。本节目由 Foreo 开启肌肤未来之旅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遇见美好生活。每周4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5中午12点，尊享 Plus 版，还有超多幕后惊喜，给你好看。又来长沙啦！欢迎大家又来到长沙，我的第二故乡。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了那个礼物，还有礼物，就是 Olay 的这个沐浴露，大家都知道啦。当然，每次收工回去我都用它。哎，装的好好看啊 ！Thank you，Thank you，玲玲，谢谢，火火，棒棒哟！这是他们的新产品，是 Olay 的玻尿酸沐浴露。然后你知道它的味道就特别好闻吗？超级的那个香，而且它还能1秒补水，用完的皮肤特别的水嫩光滑。哇哦！送给大家小礼物，谢谢，谢谢。好，我们直接来看报名视频。哇哦 ，OK。亲爱的好看团，你们好，我是小旭。今天呢，想请你们帮帮我的好朋友西西。我的好朋友西西呢，在长沙开了一家虾店。开虾店看起来好像是个光鲜亮丽的职业，但是其实它特别不容易。我做餐厅很辛苦的。这是你自己种的吧？是啊。无论是从食材的采购、外卖的配送，我去看一下啊。平时店里面的服务和收银，他都需要自己亲力亲为的去盯着。然后到凌晨3点，店里才收工。他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这家店。开餐厅就自己完全被锁在餐厅里面动不了。然后也是一个单亲妈妈。单身妈妈。她清楚的知道，就是一个女人想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有好的生活，她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对。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好好感谢一下这些年一直支持她的老顾客们，然后能够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开心的聚会。但是他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希望大家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大家啦！一个有开店经历的这么一个女老板，确实经营餐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是。然后事无巨细，很琐碎。昆凌有自己开店嘛？应该有感触。就是我之前有开过咖啡店，开的时候很理想化，这个咖啡店，觉得自己美美的，对，然后很安静，很 chill 这样。但是开完之后就发现，其实自己不是这块料，管理这方面完全不会，经营起来可能就会觉得啊，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我相信他会一直在店里，就是真的有时候老板要必须一直在店里面，你可以去掌控 everything， 而且像如果有时候员工突然间不想来了，你要马上去补那个位置。对，所以就有很多状况，所以我觉得做餐饮业真的很辛苦。我以前做餐厅的，我最头疼的就是你要调节员工矛盾啊，前厅后厅的矛盾，前厅服务员之间的矛盾，后厨之间的矛盾，然后供货商之间的矛盾。那你不用干别的了，就是我每天就必须得在餐厅里待着。你是不是还得自己盯着当收银员？我不是收银，我是刷碗，因为吧，我当时开的就有点匆忙，然后刷碗阿姨没有找到，然后前厅的刷杯子也没有人，但是呢，你又不能让前面的小朋友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前面又没有人。对。然后后来我就好吧，我来吧，我就在里面刷了半年的碗。天啊，这老板当的，特别苦，然后半年瘦了15斤吧，差不多，因为真的很累。太操心了，很难的开，尤其是虾店，因为好的虾店，大家就对这个卫生质量要求特别高嘛。而且你想，他开虾店，那虾店都是要开到2、3点的。对。那孩子到底怎么办呢？就这个是我刚刚听这个视频比较大的一个疑问是吧？疑问，因为我小时候跟我妈一起在食堂长大的，就是食堂的工作都要会做。就是让别的同事觉得你带孩子来上班也可以接受，所以一会儿我们去问问他吧，到底需要我们可以帮他做点什么。这里是长沙兴起的一个地标。哇，我感觉晚上这边会很漂亮。我好喜欢这边啊。
那这儿夏天肯定会特别多人啊。对，这边好像全都是虾店哎。对，因为长沙就是喜欢吃虾吃粉，虾多粉多。你好，欢迎光临 ，Hello， 欣姐，你好，快进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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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空灵。那个西西，蒋雅西。哦，你把店名给换了。对对对，所以欣欣你认识他是吧？因为每次我们录完节目呢，就先打电话把他那个包间给占下来，然后就大部队就杀过去，那个店里基本上就都是我们的人了。对啊。他人很好，就有的时候我们收工太晚，实在是懒得动了，就给他打电话，就说我们今天就是有点懒得动嘛，他就会叫那个专车，他帮我们送过去。我给你送过，你记得吗？我记得，我当然记得了。你还刚洗完头，披头散发打开门。披头散发，哎，好有画面感。披头散发吃着虾，你知道吗？那一块看看呗，都到处逛逛看看呗。哦，这个就有2层，这个上面是包厢。然后下面的话就是4到6个位的桌子比较多。做过餐饮也是觉得他的店里的位置上还挺够的，而且空间感挺舒服。哎，午饭点一个人都没有啊，现在。冬天这里没有什么人。太空了，江边太冷了吧？也不是你这个单独一个店的问题，不是我单独一个店的问题，但是其实呢，它也是冬天是生意会淡的。会吗？会，因为你们每次去人多，所以不觉得淡嘛。哦，等于平时冬天也是淡季。冬天也是淡季啊，就是一到进入10月份，就是那个压力就轰轰轰的上来了。一到发完工资交完房租，就感觉血槽空了。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想夏天做虾，冬天做蟹。但是呢，虾子在长沙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了，所以就虾子就生意挺好的。但是冬天因为这个蟹，也不知道可能是接受的那种。没有变成主打产品，对，但是我爸爸那个蟹在我们当地是真的很有名，像国庆节的时候，整个店都是爆满的。然后我应该相当于是我爸爸用螃蟹把我养大的。哦，我从小在饭店长大的。家里也是做这个的。对，我爸爸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出来开饭店了。所以我小时候住的地方。不是家，就是我们那个饭店的包厢。晚上我们9点钟，我爸爸妈妈那客人都走完收工以后，就在包厢里面像这种椅子2个对着铺成一条，然后就再把那个被褥铺在上面。我一晚上睡包厢，早上就拉开那个卷闸门去上学。所以我对饭店是有感情。对，所以对你来说开餐厅也像爸爸一样嘛，是一种人生中很大的一个爱好，然后把它发展成事业。我自己喜欢。那你大部分时间要怎么分呢？我2边跑呀。2边跑。就是晚上就在这儿，然后大概到1点半，晚上弄完以后，我就早上可能8点钟我起床去送孩子上学，送完孩子大概9点多钟，我就可能在车上或者包厢里面搭个椅子眯一会儿，然后下午2点钟弄完中餐以后就开始准备晚上。哦，那好辛苦啊！除了送孩子上学，我基本上就是在店里，因为店跟孩子好像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2个东西吧。你像我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的孩子到现在已经6岁了，我晚上没有去带他睡过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正好是在店里忙。如果说他在店里的话，就到晚上要睡的时候，就可能就在店里让他睡一会儿，然后我下班把他带回家。我之前有发过朋友圈，就是我说餐饮人的崽就是这样子的。对，我以前大厨的小孩也是。他就把它放到那个餐厅的包厢里，对，然后看着也挺于心不忍的，但没办法，你做餐饮就是这样的，这是可能也是工作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时间陪他。其
其实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妈妈不是厨师嘛，每天早上我妈3点就起来，所以其实我特别清楚，就是做餐饮的不容易。那个，我给你们安排几个我们的特色菜。好。螃蟹，哇，这个是口味蟹，这是爸爸的味道。对对，哇，这个好香。我们开始吃吧。哇，好吃。我就是吃湖南口味的螃蟹，我感觉还挺好吃的，但是后劲非常的辣，虽然很辣，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想要再吃下一个，就是有点欲罢不能，停不下来。刚才我俩还在聊，因为我们是外地的嘛，就是我们提到长沙，我们要去长沙，我们就一定要吃小龙虾。对。但你说我去长沙，我一定要吃蟹吗？不一定。我不敢作死去宣传这个蟹，因为我爸爸的这个口味蟹是在我们那个小县城是特别火的，我怕我做不好，反倒砸了我爸爸的招牌，因为他这么多年嘛，他最自豪的可能也就是他这个菜品。我感受到他对爸爸这道菜的一种感情。他小的时候，在他的印象中，非常具有就是回味的那种感受。那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意义的一道菜。如果更多的人知道来长沙还要吃这个蟹，爸爸肯定会特别开心。对，对。哎，我很好奇，有没有那种顾客，就是发生了事情之后，跟你变成特别好的关系，就是变成闺蜜啊之类的？有一个客人，他一个人跑到我们店里要一个包厢2件酒，我当时懵了，我说这一个人在包厢喝2件酒，我有点怕呀。但是我这个客人他的人身安全我得管呀，所以我就说那你还是坐大厅，我看着你吧。你如果说状态不好的话，我说至少还可以搭把手。对，你们变成好朋友了吧？他是邵阳人，他后面每一次来长沙，他还是会到我们家来吃。我的理想就是，我希望我能够被很多我身边的这个地方的人记住。比如说下了班以后，2、3个朋友想去一个地方吃吃饭、唠唠嗑，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这儿。然后或者一进来我就能热情的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感受到我这个店的人情味儿。所以我不想做那种就是很多那种连锁店，可能就想做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饭店。他的性格就是非常好的，然后也是可以细数出很多顾客的故事啊，还有包括对顾客的点点滴滴都很记在心中啊，因为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老板娘。我的店80%都是老客人，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够给我的老客人做一个年终的一个答谢。有的人开饭店，你说做这种答谢会，其实不太会的，因为可能大家来了就走了。但他跟很多客人都是朋友，对，所以才能做这样的答谢会。而且代表说是真的好吃，所以客人会一直回来，回头客很多。老回来就成了朋友。对，我就自己包了很多饺子跟烧麦，就送给我的老客人，然后也是想感谢他们1年对我的一个支持了。好有心哦，这个创意很好。那你这个蟹要不要那天答谢会的时候也煮给他们吃啊？要，对吧？所以我们得好好想一想怎么帮到他。对，那个整个的就是答谢老客户嘛。我们可以做的是不是有点不一样的？叫客户反而觉得说，哎，我们是，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然后答谢他们。开工吧，好不好？好吧，好啊。来，朋友们行动起来！耶！我们去厨房看看。好的。这个是我们平常养虾、养蟹的就养在这里是吧？对对对。哎，这2个在打架，这2个在吵架。这都是母蟹。为什么不进公蟹啊？因为我们这边吃母蟹的会偏多，大家都吃蟹黄。哎，师傅好。师傅就是专门学爸爸教的那个螃蟹的口味，是不是？对。哎，顺便再问一下，这位大厨，就是我们每一天这个螃蟹如果只能保存2天的话，你怎么处理呢？那我都扔掉了，处理掉了。哎呦，这个就是可惜了。我一个喜欢吃螃蟹的人，就是有点舍不得。这个损伤有点大。这个是不是损伤有点大？对对对。哎，我帮你想个办法。我们就是上海人很喜欢吃蟹粉嘛，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个头小一点的蒸好以后，把蟹粉全部拆出来，然后呢猪油炒一炒，放一点点湖南的辣酱，然后把这个蟹膏呢放到冰箱里边。做了个蟹黄酱嘛。哎，对。我说如果客人来的话，想说吃碗面啊什么的，胃有点不太舒服啊，因为其实他跟我讲说很想做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那种店嘛。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可不可行？这可以。而且我看到你这些调料都可以用得上。这个剁辣椒是我们湘阴自己家里做的，你可以闻一下，然后你再闻一下这种咸香。对，你再闻，它有那个坛子味。哦，有坛子味，有道理。对，那这个辣子呢？这个自己熬的。这是自己熬的是吧？红油熬的辣椒酱。哇，这个香，这个好，我要这个。因为我觉得剁辣椒还是会抢掉一点蟹黄的风头。做这个蟹粉面呢，其实是想把一些不够规格的蟹做成蟹粉，既能够帮它降低一些成本，又可以减少食物的浪费，美味又经济。我们去楼上看一眼吧。哇，楼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啊，这是开放式的。对。可以。因为那边是江边嘛。哦，这样光线就会很好。哦，我想知道你跟那个老顾客有一个答谢会，你自己会有一些想法吗？我想象的那种宴会，就像我只见过婚礼啊。明白。你一说这个，其实我就觉得他其实想要一个那种隆重正式一些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就是至少客人他来了以后，他能够看到一些新的变化呀。对。哎，那我们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可以啊。第一，我们就做的相对隆重一些，就是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新的尝试，不管是菜品还是整个空间的感觉，从整条街的这种餐饮的店面里边脱颖而出的，这个我觉得很关键，因为他们会有记忆点。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有那种一拍即合的感觉，我就希望我更多的一些细节能够帮助到他，就够了。其实觉得你这个挑高感觉空间感很大。对，这样看挺舒服的。对啊，像你平常会这样看，然后看下面满满就是客人的感觉。对。那应该很有成就感，对不对？是，就是客人来往往那种成就感真的内心很满足吧？对，应该而且会觉得哇，自己就是准备的东西是他们很喜欢的。我以前也开过一个咖啡店，我常会看那监视器，然后人很多就觉得心里很开心，人很少心里就空落落的。对，其实就有点压力，觉得啊，怎么了吗？就是是不是哪里做不好啊？压力很大，就是你到冬天，像现在真的就是没有人，就觉得自己可能有能力也不够吧。我觉得你不要这样想，真的，你一定很有能力才开这些店呢。其实我刚刚都了解到你就是对餐厅的用心啊、辛苦，因为我也知道你有一个孩子嘛。那就是从平常上带小孩，然后又兼顾这个，你是怎么挺过来的？我很焦躁，就是现在我们这种城市生活，孩子他的朋友。就不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那大家一出门就大家可以一起玩。那你在城市里面，你就必须去人家家里找小伙伴，但是我又没有时间经常去陪着他，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如果说他遇到了他一个很喜欢的东西，他确实他玩了一会儿，但是他玩一会儿他就会停下来，他就会还是会要找你。对，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因为像有时候我去拍广告，我会把孩子带着，但我很常要时间要出去外面拍，他会想说：“妈妈，我好无聊。”这句话特别会触动妈妈的心，觉得我好像没有做好，才会让你觉得无聊。我每一次就是说5点多钟，就是快夜幕降临的那个时候，我看到所有的人家里的灯都亮起来的时候，我其实很羡慕别人可以在家吃晚饭。因为我很少陪我儿子在家吃我晚饭，然后就像我前夫他也没有做，他下班回家也没有吃过没有给他做过饭吧，在家里没有做过。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带我儿子回家，我儿子说这是我妈妈第一次陪我回家，就是晚上能够回家陪他睡觉。我听这句话，我其实心里挺难受的。我不想哭，怎么会？我们整理，没事。就是
讲孩子真的会触碰到你内心最那个的点，我不太想哭的。好。他自己一手把这间店给撑起来，同时又当一个妈妈的身份，所以我觉得他骨子里有很坚强跟独立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小孩真的是妈妈内心最脆弱的那一块，就会想要多陪陪他，因为觉得有时候亲子关系就是真的靠陪伴培养出来的。在旁边你才能真正感受他的需要啊，跟填满他心里那一块。我觉得你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工作这么忙，你还把他带在身边，可见你对他的重视度。所以他长大也一定可以理解你，为他也付出了很多。我就是想要鼓励他说，希望他不要担心太多，也希望他不要自责，因为他把他自己最好的那份爱给他孩子，其实就足够了。我怎么这么好看？哎，脸上水光肌，身上沙漠肌，怎么赢？欧蕾欧蕾红，人间小果冻。欧蕾玻尿酸沐浴露，全身水光 ，hold 住全场。嗨，子姐，看得真漂亮，是吗？欧蕾玻尿酸沐浴露，洗出全身水光肌，人间果冻就是你。老师好，天职老师好，你好，丽西，你好，谢谢你好。他呢是从事餐饮行业的，今天他主要是想做一个他的餐厅客户答谢宴的这么一个发型。我们要做这个答谢宴的话，我想在我的整个亮相上面，我想稍微精致一点，会很清爽的那种。哦，那我大概知道了。那头发想自己显年轻一点吧，清爽少女，对对。我先看一下啊。你先看一下他的发质啊，长短呀。我这个刘海特别不好打理。其实我剪这个刘海是因为我以前没有留过齐刘海，我一直是斜的，后面就斜的也不太好打理，我就弄上去，但是就是那发际线就开始往上跑，我就是说那剪了个齐刘海，但是不好打理，你看，就早上洗完头，中午就油了。我头发不能卷，一卷我就老了。其实卷发是每个脸型都有自己适合的卷发，所以不是说烫卷就显老，只不过就是看怎么烫。对，他适合怎么烫呢？就特别简单的弄一点点纹理啊，就是让它有空气感。现在就是觉得有点太趴了，就把空气感弄出来就行。这种头发是挺好打理的，你看这个长度，而且正好适合现阶段比较流行的那种清爽锁骨发。然后刘海觉得比较尴尬呢，就是头发有点太过于直了，很容易会贴下去，所以呢可能得重新修剪一下。这样的话，平时打理成分也少一些。那老师拜托了，好，我们就开始吧。哇，清爽清爽了，挺好看的，你自己喜欢吗？我喜欢显年轻一点，因为我平常在店里我就是分叉了就贴在脸上，就乱七八糟，就会显得整个人年纪会比较大，所以我就为什么想要齐刘海？齐刘海会减龄嘛？感觉是不是小几岁？一直很年轻，又有造型感，又减龄。对对对对，好的，那谢谢天职老师。小浩老师，这位是 CC。你好。
然后他的妆容诉求呢，其实因为他平时呢工作很忙，然后主要是在餐厅里，因为年底了嘛，然后他想做一个他这个客人的答谢宴。对，那西西你平时比较喜欢什么样子的妆？就是干净简单的吧。他一定要有亲和力，可是他有一个很喜欢的这个妆容的方向。这个是隔离，就等于你是会化妆的，其实我会化一点淡妆，3分钟速成。那所以这次你觉得答谢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妆容？我觉得杨幂的妆挺好看的。哦，他很喜欢杨幂的眼妆的感觉，眼睛比较大，睫毛比较分明，看起来一根一根的。他是很清新自然的，所以他比较喜欢那个方向的。就是眼线我们稍微给到一点过后，把睫毛浓密一点，清新氧气妆给他打扮一个。好嘞。现在皮肤整个比较暗，会让你看起来没精神。是就是没精神。暗沉主要跟他作息时间有关系。所以说你平时要用护肤品的时候，可能用一些美白提亮的，让皮肤变得稍微亮一点。那我现在先帮你打一个眼部的底。防晒特别的重要，如果紫外线的照射过长时间，你的皮肤老化也会变得特别快。我的老化可能就是没涂防晒，我就是打完水乳就出门，直接上隔离，跟那个。我以为隔离霜就带防晒的效果呀。有的也是带防晒的效果，但是我觉得每一样产品肯定单独使用，它单独的效果肯定是事半功倍的。先隔离后防晒，还是先防晒后隔离？如果你在化妆的时候涂完防晒过后需要上妆，那你就要涂一个隔离。如果你不上妆，那你这个防晒也可以出门。其实它也是属于轮廓不用怎么调的，就是把底妆打好了，基本这妆已经一半完成了。对，改善她的皮肤的状况是最重要的，在西西的脸上。老师，你可能要帮忙多给她眼睛处理一下，因为她的眼部非常容易晕妆，这也是她自己的一个苦恼。眼线我画不好，因为我眼睛超级晕妆。眼线为什么会晕妆的原因，就是按正常大家现在看到所有的教程，大家都会跟说把眼睛翻起来，我们的眼线要画到睫毛最根处眼白的地方。其实像西西这种眼睛就不适合这样子的画法，她的眼皮扣下来的时候正好在下眼睑的那个表皮上，它就不适合画泪眼线，它就适合在眼睛的睫毛根部画一条细细的眼线。秘密的眼妆永远是忽闪忽闪的那种大眼睛的感觉，眼睛好漂亮啊！就那个香槟色的做了一个眼部的打底，用香槟色会让你眼皮变得更亮一点。深棕色的眼影去代替眼线，在你的睫毛的根部，让你眼睛的层次会变得比较清晰一点。而且有一个重点是，他的眼睛不能太贴着眼睛的根部，还要有一点点空间，对吧？用眼线液笔帮你再做一个拉长，顺着眼睛的纹路稍微往上调一点点就可以了，不用太夸张。好的，接下来我要把你转向镜子哦。3、2、1，锵锵锵锵！哇，怎么样？是那个感觉，就是我喜欢的那个眼妆的感觉，忽闪的那个感觉，对不对？对，很好看。你觉得用这个妆容去开这个见面会，可以？可以。顾客们说哇，我想近看一下。哇，这个眼睛是我的吗？我帮你的眉头也稍微加宽了一点点。其实平常工作生活当中，可能眼睫毛这个我可能自己会做不到，但是其他的这个妆我应该是可以搞定的，就比较看起来好舒服的那种，好看的。哎，我是好好护下肤了，我的脸干的呀。那个黑眼圈要去一下，平常确实不怎么收拾的那个状态了，
就还是女孩子还是要收拾。那我们谢谢小浩老师，辛苦啦，辛苦啦。做一场客户答谢宴是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我也想自己能够用更精致和更有活力的状态出现在大家面前，包括在店里面的服装啊，也能让我的员工和我的客人都能感受到非常的积极和正能量。咦，哇，好看哎，变化真的挺大的。因为他今天的诉求就是他不知道工作的时候该怎么穿的时髦好看嘛，所以今天我带你看的其实都是提前给你准备好的一个适合你工作的一些衣服，这个就是要穿的第一套。这个都是我很喜欢的，对，它本身就有一定的设计感，然后其实一件就够了，穿个白 T 打底，很热的时候把那个啪啪啪解下来，这不是扎着吗？然后整个露下来搭在那儿，把袖子往这个肚子这儿一系。你就随便调节冷热，然后这个你先试试，我待会儿会给你加点颜色。西西，哎，来吧。哇，超级美。工作嘛，就是要穿得舒服，易于活动。这个连体裤很利落。然后加入恰如其分的时髦感，这个好酷哎！这套我跟你讲还没完，搭个小丝巾是吗？对。所以丝巾你可以用在店里，但是不能只让你买一件衣服在店里穿啊，对吧？一个冷帽，大衣，这样就很好看，你就可以出门了。随时随地都想看自己的一个变化。你想更时大眼一点，可以不戴黄色的帽子。戴帽子还是确实可以洋气好一点啊，就是那种easy系，轻松的时髦。行吧，来吧，我们继续。马甲，哇，这个今年超流行这种衣服。就是因为我想你在店里不仅是实用，然后那个方便行动，还要时髦啊。所以我给它配的是这个衬衣是衬衫，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穿搭。而且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影响你把袖子撸起来。啊，对，对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干活了。我们去试试吧。超漂亮！用2个字来描述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干练。它那个领带是给它加了自己的味道，有那种轻松的时髦感的。整个跑过来了。这个我好喜欢这一套。对，你看它一插兜，从远处看，腰线是被提上来的，就感觉腿是从这儿开始。腿超长。对，觉得我腿好细，然后我没有穿过这种背心耶。对，就我如果买衬衣的话，我就是衬衣，衬衣就是衬衣。所以你看，用很简单的衣服也可以穿出时髦感，又有风格，因为加了一个领带，就有了那种学生的那种感觉。是，这是我想要的简明，是个简明感。而且这套非常非常适合你。你就这儿定着。今年过年回去同学聚会，就可以这么穿。你肯定是全场最年轻的那个。我应该是我们班最年轻的那个。时髦。
看的。对，好轻松穿这个衣服，好看。啊，这套太成功了。这套还没完，呢子大衣，一出门就可以穿上个大衣。太适合长沙了，这个季节的话，这个白色也是，特别适合我的。对啊，也金脏这个衣服，就是在饭店里面可以穿的，好看，成功。好美。好，下一套，我们其实今天压轴的一套很重要。聚会那个，就是今天我们提到的那个试吃会、答谢会，对，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场合嘛？你自己也说你要自己不一样一点，所以我们觉得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需要花点心思，所以我们最后给你定制了一个东西。哇，对，哇，这个好有心啊！对，因为这个是他自己那个品牌图案，我觉得你穿着它。就是人店合一，这个真的好有心。虾和蟹，对，太可爱了。对，然后呢，因为是一个比较隆重，稍微有一点隆重的，我给你配了一个西装外套。对，然后穿在这个外面，那上面有那种现在很流行的柠檬黄，就这个柠檬黄是当时特别打动我。哇，我觉得这个柠檬黄跟驼色和现在很流行的这种牛果绿会很搭。哦，对，那我先去换。好的啊。哇哦，有气场。我觉得想要给她一个西装，也是她的老板娘，她有点气质。然后第二呢，中间又是可爱的，这个就是她是很年轻的活泼的一面。好看的。不一样，不一样，气场。虽然是个女老板，这高跟鞋确实还是气质，对。我想没问题。完美成功了。再照一下，再照一下。这次能够感觉到它所有的这些搭配，都是从我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身材情况和我的一个喜欢的点去做的，而且就是搭配的那些细节 ，logo 上的那个柠檬黄，真的好有心。本节目由洗出全身水光肌的欧蕾水光沐浴露联合冠名播出。UFO 多光谱美容仪，90秒光感愈肤。你怎么这么好看？艾米艾沫就是答案。本节目由穿了就能 C 位出道的艾米艾沫赞助播出。品尝过西西爸爸做的湖南口味的蟹，味道真的很不错。我也打算来分享一下我们上海这边蟹黄酱的一些吃法，希望呢能够给西西带来灵感。昨天也跟厨师啊，包括跟他讨论了一下，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小的这个螃蟹呢，包括有些吃不掉的呢，我还是觉得比较浪费。我想说，如果能够做一些蟹糊啊，一开始做一些小瓶的那种的，然后就会说。有熟客来就说我自己腌了一些，我自己做了一些，拿一瓶去，也不用钱什么之类的，慢慢让这些老客人习惯起来，对螃蟹的感觉就是好起来。对，咱们先来拆蟹粉吧。拆蟹粉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不是很大家看一下啊，表面上这有一块地方是不能吃，比较寒性比较重，这是它最寒的，要把这个六角形的合上剔出来。好，然后把它再剔掉。蟹黄很多，对，这个活的只要往口里放，对呀，真的想吃。然后从底部把每一条线拆开，就好抠很多。
还有爪子也是这样的，也是一种这样的剪法。然后从侧面把它剪，把它掰开来，看这样一剥，有的时候就剥成是整块，看到没有？就这一块。好，我们大家拆的差不多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制作我们的蟹糊了。这是熬的猪油，姜要多一点，因为姜是去腥而且去寒气。是不是香爆了？好香！饿了。我们把蟹糊放进去。好，现在就把那个硬的那个红色的那个部分要打起来。打起来了。对，拿了锅在门口做，很多人就来了，我去。不要太香了，好香。是够了。好，再加一点点的黄酒，再把它去掉一点腥气味道。刚才的辣酱放一点点，放一点蒜油，现在的咸味。如果是大锅的话，就是溜一边醋。你看，醋一加进去，就感觉这个蟹的感觉就来了。让那个锅把这个醋的酸味先拉掉一点，但是醋的那个香味留着。香，我饿了，哎，我知道，是很香。我加的这一点了，好不好？好，好的。再这样，老板面会来啊。好吧，那我就煮面吧，好不好？煮面吧，好不好？好。来，上锅煮面。来，开水。好，这个开了，我们先可以下面。好，然后我们来调料啊，调一个我们上海苏式面啊，放一点猪油每个碗里边，放葱，还有你们的辣子好不好 ？Yes， 开水来喽！哇，我把它冲开。很香哎。我们的浇头来喽！哇哦，蟹粉啊，蟹粉加油面啊，看起来好好吃哦，好香啊！哇，看我是不是大方？放一点点姜哦，点葱。好，打工过程。好好吃。这汤好鲜啊！妈呀，太好吃了吧！哎，真的很好吃。我得认真的把这个吃完。是不是这么开心？说明我的这个手艺还是到位的啊！真好吃，真的好好吃。我要把底都漏干净。你要把底都漏干净。我想把这个汤喝光。你喝吧。这个面真的太好吃了，我想把这个菜加到我们的客户答谢宴的菜品里面去，给我们的老客户一个惊喜，回馈我们的老客人。幸福感爆棚。这个面就真的就是东西其实也用的不是很多，但是真的是里面很扎实，然后整个面就很爽吃起来。就你们湖南人觉得可不可以？你觉得在湖南可以？辣度刚刚好，辣度刚刚好啊，没盖住腥味。是，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你们。谢谢甜甜姐，改良了一下。接下来呢，昆凌还有一道好菜送给大家。对。举办答谢宴是一件非常温暖的事情，我也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希望能帮助西西更好地完成她的心愿。其实昨天呢，我在看你的菜单，我就发现你的饮品好像都是外面提供的，对，你好像没有一个自己店里的一个特色，对不对？没有自制的。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个自己的特色。一般来说，珍珠奶茶都是用红茶做，但我昨天喝到你们店里很特别那个黑茶，这个茶好特别哦。对，这是黑茶，我们湖南的那个安化黑茶。对。对。所以我今天就想说，打算用黑茶当底，
去做一个你们家特色的一个珍珠奶茶。哟，黑茶珍珠奶茶。黑茶煮奶茶真的是黑茶巨牛了，香甜，但是因为牛奶可以帮它提供奶质，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搭配真的是一个蛮别有心裁的一个创意的。就是茶茶。接下来我要去煮珍珠，而且我很喜欢就是用黑糖去煮珍珠，因为黑糖养颜美容其实对女生非常的好，所以就是黑糖珍珠奶茶喝了起来，同时又觉得负担没那么大。先弄。那这时候我们来煮一下牛奶。它这个煮开上面就会有一层那个薄薄的。对，如果怕胖的话，可以把它挑掉；如果喜欢这个牛奶的这个浓香味的话，就不用挑掉它，都可以。等牛奶煮一下，那我帮你把它先分进去，好不好？好啊。大方一点的老板就多放点珍珠。放心，你知道我出了名的大方。对。我觉得这牛奶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等下把黑茶也倒进去。现在就把茶倒进去是吗？是因为现在就进杯了嘛，我们可以先调配你想要牛奶跟黑茶的比例。通常是200配110的牛奶。这里是600，就配330。我觉得这个颜色差不多。这个颜色我觉得是 OK 的。对。但我觉得还可以。好，那我尝一下。好香，好喝。再看珍珠，我觉得珍珠很成功。珍珠很软糯，很 Q 弹，也是有茶的这个甘苦清香，也有奶的味道，而且带一点点微甜。对，我觉得比较健康，而且就是不容易吃的发胖。要感谢昆凌给我们送上这么好的饮品哟，谢谢。那么在这里呢，还会有一个菜单。就是刚才我们怎么做这个蟹粉的，包括昆凌的珍珠奶茶的制作方法都写在这个里边。我们一个是笑嘻嘻珍珠奶茶，还有一个是蟹蟹浓汤面，希望就是说能够帮助到你一些小忙。哇，太感动了，这个，就是其实我真的没有说想过会有这么多一个延伸的东西，对我的餐饮上面也有很大的启发，所以非常谢谢甜甜姐今天那个蟹蟹浓汤面，真的，这个奶茶其实以前我只会买那种现成的吃，店里的自制饮品其实有想过，但是真的是不会做。如果说店里面能够再给蟹配上这个奶茶的话，其实客人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一个用心。然后也非常谢谢您给我的这个建议和告诉我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天这种那个点每一个都是做到我的心里去了，戳到你的心里去，是不是？对，开不开心？开心。Underneath. Hello， 我们来了。赶紧
趁热，面条得趁热吃。是蟹黄面吗？蟹黄面。对，这个是那个田姐早上教我做的蟹黄面，然后昆凌做的这个低糖的黑茶珍珠奶茶，珍珠奶茶。那个茶是用那个黑茶熬的。来尝一口，尝一口。果然低糖，对不对？而且黑茶的，它黑茶其实蛮特别，我刚刚自己调配了，也觉得黑茶的奶茶跟平常喝的奶茶不太一样。黑茶是它就是刮油的哦。哎，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能放好多天的那个。对，我把蟹粉就拆出来，这样就不用浪费，每天就扔掉，多可惜那种。是，但我想知道这个汤怎么做的，这感觉好亮啊！汤是我们自己家的祖传秘方，叫做你如果想要知道的配方的话，可以看电视。哇，好好吃，不得了哎！这是我今天吃的第2碗。哎，我刚才说我不吃了，可是我还想吃怎么办？吃啊，范甜甜。还可以是吗？非常好，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偏长沙口味就会偏重偏咸一点。我觉得这个不算属于那种完全长沙的。说实话，我不太能吃辣，但如果我能吃的话，可能在长沙要再辣一点。它可以给它配另外一个我们的炒湖南剁辣椒嘛，他自己加。我觉得这个还是给他自己调节吧，到时候看客人的喜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干活吧，一起好好的准备这个答谢宴吧。好吗？嘞，好嘞。整个空间是有变化的，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的。现在就因为大家要来了，就我们大家把工作分配一下。好的，欣姐你就在前台做一个迎宾的工作。好，没问题啊！欢迎欢迎，里面请里面请，欢迎欢迎。火火你就那个带一下位。好，带位。你好，咱们是3位吗？来，那我们坐这边吧。昆凌就是服务生。好，来，不会。甜甜姐你就要辛苦你去厨房啊，没问题。吉吉就帮大家上菜。好的，老板。可以，拿去吧。好嘞。来，每人一碗，每人一碗。来，给他们。好，谢谢。大家这围不可以围一下，我担心这个等我一会儿溅到身上。您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光临。您就1位吗？这是哎，西西爸爸，西西爸爸，哎，叔叔好。哦，叔叔好，叔叔好。西西，西西，爸爸，爸爸来了。哦，爸爸，爸爸坐这来吧，这个。面怎么样？超好吃，但是是不是不够辣啊？因为长沙口味，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再放点辣椒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个味道已经完美，已经完美了。好吃吗？面怎么样？非常棒。奶茶呢？很甜。好甜，他说甜，甜吗？他说甜，会太甜吗？因为我一般都不怎么放。这是不甜的，但是心里不甜。那你喝完了。谢谢。谢谢你的奶茶。啊，不会，喜欢吗？好喝吗？大家反应挺好的，觉得还蛮开心的。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怕没有帮上西西，但是没想到热烈还挺好的，就蛮开心的。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我们这一期呢节目呢，主人公是大家的好朋友西西。那通过几天的接触，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被他这种对美食的执着追求和热爱所感动。所以今天呢，他最终的诉求就是说，他想办一个答谢宴，感谢在座的各位对他的支持。现在在各位桌子上呢，除了我们平时在这个餐厅中会品尝到的一些精美的菜肴之外呢，奶茶是我们这个昆凌妹妹做给大家的，然后呢，这个面呢是我们甜甜做给大家的。其实今天我们还有最后的一道菜，也是我们主要想安利给大家的一道菜。这道菜呢，它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我们接下来请你们的好朋友，这个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西西给大家讲一下，好不好？来，欢迎西西。是这样子的，来长沙开店6年。然后其实我们大家一直所被大家知道的都是，我的虾很好吃，但实际上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想给大家推荐的菜，是我爸爸做的一道口味蟹，叫做蒋华山口味蟹。这个菜是我爸爸20多年的一个心血。其实，在前2年我在有去推出这个菜，发现就是可能它的反响度并没有虾那么好的时候，我会有点害怕，我不敢说把这个蟹去推荐给大家，怕砸掉我爸爸这么多年的心血。但是这一次就是好看团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所以呢就想隆重的跟大家介绍我爸爸做的这一道口味蟹，然后也希望大家等下品尝完以后能够给我一些反馈和评价，好吗？好。爸爸做的蟹。快去看哦，快去看哦！哦，我的螃蟹到了，这个真的好吃，我们昨天也吃。来啦！好吃吗？好吃。还行吧，还行吧。你们男孩子喜欢吃吗？对对。还有特色的这个。特别幸福，也特别自豪。现场很多人，他们其实现在跟我都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很奇妙的就是，也因为我，大家可能有些本来不认识，然后就也成为了好朋友，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但也是一个让我很幸福的事情。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能够来到我的这个客户答谢宴，然后呢，我这里有一点感谢的话想要跟大家说。首先呢，我想感谢好看团这一次为我筹办了这么一场隆重的答谢宴。这2天的时间其实对我来说像做梦一样。我之前其实我来长沙开店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说5年以后，我希望我能跟我的客户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事实上，我确实也做到了。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时间上就没有来这里，但是之后我也会用我更用心的服务去对我的老客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很感谢节目组啊，一说到爸爸就会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我自己在长沙也有6年的时间，其实我爸爸一直特别不放心我，他很担心将来他老了
或者说离开我了会怎么办？所以，包括他现在已经快60岁了，还自己坚持站在灶台上。其实我开饭店，我也有想法，就是说，将来我能够有能力让我爸爸非常放心的离开这个灶台，好好的退休。所以我跟我爸爸讲过这样一句话，我说我30岁之前，别人对外都说我是你蒋华山的女儿。30岁以后，我希望别人能够自豪地介绍说，也是个好女儿，我觉得她这么努力的工作，也是家里也是她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更深刻的体会到她为什么现在这么拼命的工作。我也感谢好看团这一次给我的这个自信，让我能够站在这里把我这几年想说的话，通过这个节目说出来。谢谢我的爸爸，也谢谢所有今天能够来到我这里的朋友，谢谢大家。像爸爸歇歇老觉得他没有信心把你这个祖传的螃蟹在长沙推广好。你今天看到了今天的这个情况和这个螃蟹的味道，你觉得？啊，都可以的，那是看到那个，他这个小年时候嘛，不是200斤差不多，但是呢，我觉得他是跟女孩子减少，90岁还是有的是男孩子，把我们辛苦了，这个我还是担心了，真觉得太辛苦。晚上要到11点钟到6点钟才回去，工作，而且是个女孩子，正少女孩子的嘛，然后下了班了就跑死了，难怪到晚上肯定还是有点晚。也是爸爸退掉嘛，爸爸为了肯定是担心的，担心的。这其实主要是因为辛苦啊，一个女孩子干的晚上干的是医疗的这些，确实也不行。但其实他也没有跟我说，他可能有没有跟我说觉得我辛苦，他就是说。就是可能想用这种方式来劝退你，对吧？其实是怕你辛苦。对。没办法了解做饭店真的很累啊。家长希望孩子不要太累，孩子希望家长别太操劳，挺幸福的。就希望他多多爱自己，把他的梦想持续坚持的发扬光大下去。大家今天有好吃的之外，还有好礼物可以收。是我们自己亲手包的那个饺子跟烧麦。我觉得西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有韧性的女人，然后我希望她虽然创业很辛苦，但是在创业路上越走越顺。早日可以让爸爸妈妈退休，让小孩健健康康长大。也希望他一切顺顺利利。
天人好看团，好久不见。现在上班，如果早上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也会打点节目组送给我的腮红还有眼影。而且我现在和我爸的关系真的有变好。那天我们还拥抱了，他之前真的会特别嫌弃我。fighting，加油！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们。用工作或者工作内容来做这件事儿，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心。我很开心，我这趟旅程跟大家一起，就是享受整个过程。其实从每个人的身上，我都能获取很多的力量。全部的一切全都是我意外的收获。他们进来了！哇！完全不知道穿什么。最近好懒得出门哦。不喜欢镜子里的我。本期都结束了，小伙伴你还不心动？扫描屏幕下方官微二维码，私信关键词回复“好看”报名，获取报名表。你怎么这么好看？缺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你哦！感谢微博台网、微博综艺，上微博搜索“你怎么这么好看”话题词，一起边看边聊。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招募合作伙伴抖音 APP。感谢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独家支持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感谢 Zaker 一点资讯新闻客户端，首席合作短视频广告媒体京上传媒。特别感谢有道云笔记、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亲宝宝、闪萌、引力资讯、搜狐视频。感谢凤凰娱乐、搜狐娱乐、新华网、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香网、红网、大众网等媒体对本节目的支持。